DermaShot AirShot Booster Mode Level 3。我用的 Nervo 通常是第3而已，很少会到第4、第5。我覺得它已經很強，比我舊版的那款更強。皮膚比較敏感的朋友們不要用太高。然後脖子部分我不建議用到脖子，因為它是有一點電流，会有抽動感的。看一下它的質地，外面比較草一些。我先薄塗給你們看它的質地，喂，蠻輕薄的，我以為它會黏呢。它有一個味道，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從日本回来之後的第2天，大概1整周的時間我都沒有用美容儀其他的保養了。但是我在日本的时候，每一天都會敷面膜，因為在那邊的天氣雖然很熱，可是很乾哦，跟台灣完全不一樣。頭2天的時候曬太陽曬得比較多，所以敏感狀況有變嚴重，會起一些凹凸不平，變得比較紅。因為我是屬於酒糟肌的那種敏感肌，我想要拍下來做一個記錄給大家看一下我剛回國之後的皮膚狀況。我覺得其實這一次沒有太糟糕，可能是因為前一段時間敏感的狀況太嚴重了，一直起起伏伏的，反而現在的狀況不是最差的，跟之前比較，只是那些粉刺啊很久沒有清，會特別多那些凹凸不平的東西，等一下要處理一下。之後我會用美容儀導入，然後再敷面膜。這邊紅血絲還是很明顯的。好，記錄到這裡，開始保養咯。剛擠完一些粉刺，紅紅的，之後用這個有酸的成分的化妝水放到化妝棉去擦拭。現在角質層有一點厚的關係，還是要去一下角質，輕輕的打圈的好。順便把剛剛擠出來的那些粉刺啊擦拭一下。如果你其他皮膚太薄太敏感了，就不要塗這個酸了。但因為我整個禮拜都沒有去角質了，擦拭一下還是 OK 的。這瓶酸沒有很高，為了不要太刺激，我會先用清水沖一遍。這一次去日本很曬，一直有曬到太陽，但是我有做一些防曬措施啊，有撐繩，也有擦很厚的防曬。我覺得這次我是沒有怎麼曬黑的，但是臉頰這邊的斑有變多。有明顯變多，对，比較深一點變得。好，那我們要急救一下。接下來我要導入，先塗一層這個 COSRX 的，這是新產品，昨天才領回來，下飛機之後就馬上去領了。這個是男童勝肽，然後有一些多肽成分，也有 Pakuchil 啊、補骨脂酚，有一些抗老成分 Niacinamide 啊、Collagen。玻尿酸的成分看起來都是一些保濕修復、抗老、抗氧化。我有點忘記它裡面全成分是怎樣，但是我印象中我已經把關過才買的。它是沒有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、PEG 添加的，成分是適合敏感肌使用。Niacinamide 這個成分烟酰胺，可能在你皮膚比較敏感的時候要注意啊。有些人对烟酰胺会有不耐受的，有一段时间皮膚是对烟酰胺不耐受，但我覺得現在的情況是好很多，可以用。看一下它的質地，外面比較草一些。我先薄塗給你們看它的質地，喂，蠻輕薄的，我以為它會黏呢。它有一個味道，不知道什麼味道，就成分裡面的味道吧，不難聞，但是也不是香的那種啊。哎，它質地好好哦，我好喜歡，因為它抹開是薄的，可是保濕度很好。那個如果正常薄擦的話，是這樣的，好舒服哦。它的質地是薄，但是會讓你看到，它蠻保濕的，有滋潤的感覺。可是，我肤感是很薄的，不會覺得很黏很厚的啊。我知道這是什麼味道啦 ，Pakuchil 的味道，補骨脂酚有一個獨特的香氣的，它很淡很淡。喜歡，今天是第一次用而已啊，還是要長期看一下。如果你對裡面的成分，比如說烟酰胺這些耐受度是 OK 的，它其他的成分都沒有什麼刺激的問題啊，屬於敏感肌修復型。我皮膚已經吸收進去了，
它表面會變成一層亮亮的感覺哦。只是塗個精華而已，感覺已經效果不錯。好，再多塗一點點，然後導入。导入用這個 Medicure 的 DermaShot Air Shot Booster Mode Level 3。好，導入完了，再敷面膜。這次我敷的面膜是新產品，剛從日本帶回來，這個叫 Sakura。這個 Sakura 面膜，櫻花面膜好像蠻有名，但是我看台灣沒有人在討論，反而在香港、大陸是比較多人評論的這款面膜。他們說這個面膜很好用啊，它還有另外一款藍色的比較基礎保濕的面膜，但我看過那款面膜是有 PEG， 這款是沒有，而且它裡面有一些很特殊的抗老成分，有一些寡肽啊、胎盤素、植物萃取、玻尿酸等等，還有維他命 C， 有一些幫助美白、抗氧化、抗發炎的植萃的成分，整体成分不會很多，也沒有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、PEG。我看了很久才決定買，因為它價格不算很高 CP 值啊。單片買的話750塊的日元，但是如果一整盒買15片裝，我這次是買15片裝，所以有比較優惠一點，平均大概100塊台幣而已啊。這個價格、這個成分，我覺得是值得買，但是要試試看是不是真的好用啊。職員一直在推銷我，一直在跟我說這個很好用，聞一下。就一般的美容液會聞到的味道，沒有什麼香味。它的精華是比較水的，摸起來不是黏黏的那種。然後面膜紙是，跟想象不一樣，它就是棉的那種啊。面膜精華真的像化妝水一樣。脖子的含絲面膜放進去泡，不要浪費這精華。大家看一下它的質地啊，材質是這樣，還可以啦。面膜的形狀跟我蠻搭的，剛剛好，眼睛不會太多空洞，這邊鼻子不會太空。這個材質啊，不像高級的那種面膜啊，雖然也沒有多貴，但是我覺得這個價格還是比一般的面膜高一點，要看效果才知道值不值得。如果它敷完之後等於一般的保濕面膜就不值得了，就面膜部分呢，還是要多敷幾次才會比較明顯。這次就體驗一下，跟大家一起體驗。脖子會比較乾的關係，容易有紋路，所以我還是敷面膜之前，我會用一些乳液啊，或者是有一點油分類的產品塗抹一下。敷完之後我就不會把它沖洗掉，我用的是神經酰胺加 B5 的成分，這是台灣的品牌哦，達特意的產品，在保養買的，價格蠻划算，我記得好像400多台幣，反正就是幾百塊而已。這瓶是沒有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、PEG 添加，沒有香味的，它有10% 的 B5 的成分，以及1.2% 的神經酰胺 MP 的成分哦。我會等15到20分鐘再卸下來。先跟你們分享一下這個 Medicure 的美容儀，它又出新的版本了，我都還沒詳細分享過它。我有在熒幕上用過，這個是 Pro 4合一還是6合一啊？用最多的是 Booster Mode， 還有第二個叫什麼 Mode， 綠色的，就幫助去做撫平、燙平皺紋的。這兩個我通常會輪流用，比如說我會先用 Booster Mode，然後用個2分鐘左右，之後再換成綠色那個 mode。我用的 Never 通常是第3而已，很少會到第4、第5。我覺得它已經很強，比我舊版的那款更強。皮膚比較敏感的朋友們不要用太高。然後脖子部分我不建議用到脖子，因為它是有一點電流，會有抽動感的，一個不小心會流到哦這邊。這邊有很多筋甲狀腺這邊的，還是不要用到它，到這邊就好了。基本上我覺得它單純導入的效果有一點點幫助緊緻，就這樣而已啊，沒有到很驚豔。可是日常用方便，因為它是無線的，而且充一次電可以用很久。另外有一個細節要注意，就是這部分。水跟精華一些產品不要弄到這邊，你弄到那個頭都還好，但是滴到這邊就很容易壞掉。我看到網絡上很多評論有說這一點了，就大家要注意一下。好，另外它有一個紅色的是
做拉提 EMS 的 Mole， 它是幫助肌肉緊緻，看起來那個輪廓線會比較明顯，但是那個我很少用，因為我覺得太沒什麼用，它很溫和，比起舊版的那個雙叉那個會明顯很多，而且我還有其他的 MyChest 啊，其他比較好用的，就是用完之後會更明顯的有 V 黏的效果，這個我就比較少用，通常我就用 Booster Mode 還有綠色的 Mode 兩個而已。另外它有一個藍色的收毛孔的類似鐳射的摩絲，這個我也很少用，但是如果有用它，一開始我是有頻繁的用它，每周用2次的，毛孔的確是會有幫你縮小一點點的，用的時候會有那個燒焦的味道，真的很像外面打鐳射那種感覺，但是會比較輕微版的。那現在我手上還有另外一台是更強的，專門鐳射的家用的鐳射機，所以就更少用那個模式。但是如果你想要一個美容儀做到所有的效果，我覺得這個也是很好的選擇了，因為它價格也不高嘛。如果你有定期去保養，有用它的，它還是有達到一定的效果了，只是你不要跟外面的醫美的項目比較，根本差很多。如果你想要效果好又可以維持，最好是醫美跟家用的美容一起進行的。等一下再看一下效果咯。回來了，我覺得這個面膜比平常的面膜更容易乾掉了，它很快就乾了，大概10分鐘左右。而且我底下已經有精華了，所以這個面膜我覺得它比較像每日面膜那種啊，一包裡面有很多片的那一種材質啊。大家覺得有沒有什麼很驚豔的效果呢？我是覺得好像蠻普通的。我先把臉洗一遍好了，看看底下的皮膚素質變得怎樣。以這個價格來說，我覺得是有一點一般啦。可是它的成分確實是蠻不錯的，有誠意的。其實我敷其他面膜也會有這樣的效果，這皮膚毛孔會變得比較細緻，因為有導入嘛，也有敷一些保濕啊。單純平常我的日常保養就已經可以做到了，所以目前我看不到有什麼特殊之處。這片面膜我覺得它的精华真的。它不能說少，它只是很容易會吸收完，很快就會沒有。如果皮膚超乾的，這一個面膜是不適合的，我不推薦哦。抗老的面膜我有更推薦的，也是最近試用的新品了，韓國的，之後會跟大家分享，已經使用一段時間了。接下來我就塗一下日常的保養了。這個昨天拿回來的，跟 COSRX 那一瓶男童生態精華一起拿回來，看到一只男男一直推薦，他說很好用，然後我查它的成分確實不錯，主要是舒緩保濕啦。這個泡泡的化妝水，它叫做泡泡面膜，但是我當成化妝水使用的，它是這樣子，沒有香味的哦，它是沒有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、PEG 添加。昨天晚上我有局部塗一遍，覺得保濕度很好耶，塗這個可以快速的，好像敷完面膜之後的保濕效果。它的滋潤度不會像面霜那麼的黏，那麼的厚，可是又比精華更吸收一點，所以用完之後真的有點像敷完保濕面膜的效果。很好耶，保濕效果。接下來塗精華，塗這一環吧，每一環就不用涂那麼多啦。接下來塗這個維他命 C 的精華，觀眾分享給我的，他問我這個產品有沒有用過，我查了成分之後就燒到了，因為它有5種的神經酰胺以及5% 的脂質體的維他命 C 的衍生物，這種維他命 C 會更有效一點的，不容易泛黄氧化，配合5種神經酰胺，溫和度就很高，它會偏乳液一點，大家看一下，它是這樣子的。對比這麼多的維他命 C 的精華，它算是很溫和，也可以說最溫和，因為我有比較過、對比過。但是它也會比較滋潤一點，因為它偏乳液，很像擦了薄薄的乳液的感覺，油皮應該不適合哦。
維他命 C 精華，沒有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、PE 及添加的，台灣可以買到，有官方網站，稍微高單價一點，900多台幣。接下來直接塗面霜，這個面霜是在日本買的，但是它是韓系的產品。之前有分享過它的精華 NAD 的成分啊，精華我覺得美白效果很不錯，它不是主要美白，但是它會讓我膚色變得比較白皙、比較乾淨的感覺，而且毛孔皮膚的紋理會比較平滑一些，但是會偏滋潤一點。這個面霜我試過用在手上，我覺得它算是偏清爽的保濕型面霜，有一點凝膠感的。它裡面會有一顆顆的 capsule， 跟它的精華一樣。這個天氣應該還是適合使用啊。然後它是沒有任何香味哦，也是沒有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、PE 添加。現在的天氣晚上使用也是夠力的，它還是有一定的滋潤度，相比一般的乳霜、面霜没有那麼的黏膩，很舒服耶，有一種舒緩的感覺。眼霜部分我等一下會補擦，就不在這裡拍給你們看了。然後順便分享一下，最近不是說我身體也有變白，用了一些產品嘛。我用的是这個，就是我脖子跟手這邊都會擦這個，每一天早晚都會用。它應該是我身體最主要的美白的工程了。但臉部我是沒有用它，臉部我是用其他東西 ，Matic Therapy 的傳明酸加烟酰胺高濃度的成分。這個是乳液，曾經分享過的。應該年度愛用有出現過哦，它是有一點流動性的乳液，滋潤度中間，不會太油，也不會太清爽。我是用完化妝水之後就直接用它了，擠個2到3下吧，大概。有時候會加一些化妝水，增加它的清爽度。這化妝水上去之後呢，吸收度就會更好。身體也是哦。然後我還會加化妝水，這個很常用在手上跟脖子。台灣的商品在保養可以買到哦，它的成分超簡單的，主要是玻尿酸，還有海藻糖、烟酰胺、海洋保濕因子等等多醇類的成分呢，很少啊，在後面。但這個我覺得用起来還不錯哎。我很少會用在臉上了，它蠻舒服，也不會過敏啊，沒有香味，沒有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、PE 添加，然後價格也很便宜，好像300多台幣而已，印象中蠻大瓶的，有350毫升，大家去保養發掘一下吧。我會插到這邊來。那有些人可能會覺得，太黏了，太多東西了，那你就晚上的時候用，或者是你減少用量也可以啊。它的質地超級水的，這個有點像精華的化妝水，然後混在一起，我是這樣用。我很隨意的，反正等一下就會吸收完了。我這邊有開冷氣，脖子跟手就是這樣的保養了。這個推薦給你們，它有官方網站的 Matic Therapy 的這個乳液，大家看吸收完之後，它不會黏，還蠻舒服的。我身體還是比臉乾一點嘛，給大家看，這個是內側跟背、手背，膚色是差不多，真的沒有曬黑了，很棒哎。這一次防曬成功，也沒有很極端的皮膚變得很差，純粹是角質層問題，太久沒有保養而已。今天的分享內容應該夠滿夠多了，那就到這裡為止了。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們，請記得幫忙按讚，還有別忘記分享、訂閱、按小鈴鐺。我們下次見吧，拜拜。